14号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遇枪击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中方关注特朗普前总统遭遇枪击事件，习近平主席已向特朗普前总统表达慰问。 当地时间13号下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州小镇举行竞选集会时遇刺，震惊全球舆论。随着调查的进展，美国特勤局透露更多的消息，但人们仍然很疑惑，年仅20岁的枪手是如何突破安保防线，连开8枪。而在人潮涌涌的集会现场，有人早已经发现了枪手在屋顶行动，为何讯息传不到安保那里？来看看报道。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拉票集会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在发表演讲的时候，砰的一声枪响，激起所有人尖叫惊呼。第二声枪响时，特朗普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右耳，表情痛苦，并迅速蹲下。4、5名特勤人员飞速冲上台，将特朗普团团围住，并不断确认其是否有事。 约1分钟后，特朗普在搀扶下重新站起来，右耳及脸颊有明显的血迹。他举起拳头，对着人群连喊3声 "Fight"， 随后被工作人员护送回车上。车队在警车护卫下快速驶离现场，前往医院。 当地警方确认，1名现场观众不幸中弹身亡，另有2人受重伤，枪手随即被特工击毙。经过当地医疗机构检查处理，特朗普被认定情况稳定。宾州警方表示，特朗普不是被子弹击中，而是被子弹击中的提词器的玻璃碎片划伤。不久后，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感谢美国特勤局和所有执法部门的快速反应，并慰问了遇难和重伤民众及家属。特朗普还写道：“这种行为竟然发生在我们国家，真是难以置信。” 当天晚上，特朗普又发帖呼吁国民团结，并表示期待本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白宫证实，拜登听取了枪击事件简报，并与特朗普通话。拜登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严厉谴责针对特朗普的枪击事件。There's no place in America for this kind of violence. It's sick. It's sick. I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have to unite this country. Mr. President, do you think this was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I don't know enough to. I have an opinion, but I don't have any facts. So I want to make sure we have all the facts before I make any more comments. Thank you. Are you worried for President safety? 据美媒援引执法官员的话称，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已被定性为刺杀案。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牵头调查该案 ，FBI 将与特勤局以及地方和州执法机构合作。现场执法人员称，从1名被击毙的白人男子身上搜出了一把 AR-15型半自动步枪。目前，枪手身份已确认，此人为现年20岁的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是宾夕法尼亚州当地居民，居住在距暗杀未遂地点巴特勒市约70公里的伯特利公园附近。根据宾州选民注册记录，克鲁克斯是1名注册共和党人，但政治倾向尚不明。 有消息称，克鲁克斯此前曾向一个民主党联盟组织捐赠过15美元。目前，克鲁克斯家乡上空的空域已被关闭。有目击者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在特朗普上台演讲大约5分钟后，他就发现克鲁克斯形迹可疑地在楼顶上熊爬。他当时还提醒了警察，但警察不以为然。We noticed a guy crawling, bear crawling up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beside us, 50 feet away from us. So we're standing there, we're pointing at the guy crawling up the roof. And he had a gun, right? He had a rifle. We could clearly see him with a rifle. Absolutely. We're pointing at him. The police are down there running around on the ground. We're like, hey man, there's a guy on the roof with a rifle. And the police were like, huh, what? Like they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综合执法部门消息及现场位置图可知，枪手当时趴在会场安全边界外的一处建筑屋顶上，属于制高点，距离特朗普所站的舞台约180米至270米。
据美国警方透露，枪手使用了 AR-15型半自动步枪，连射8发子弹。AR-15是美国最畅销的步枪，销量超过2000万，其军用版为大名鼎鼎的 M16。AR-15也是多宗大型枪击案的凶器。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统计，自2012年康涅狄格州纽敦市迪桑胡克小学枪击案至今，美国17起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案中，有10起使用了 AR-15。AR-15也是很多独狼式枪手的首选杀人武器。去年甚至有枪械公司以 AR-15步枪为原型，推出所谓儿童版 JR-15，受到舆论强烈谴责。从双方使用的武器性能上看，是严重不对等的。占据制高点的特勤局特等射手使用的是2把一模一样的 AICS-EX 套件的雷明顿 M700狙击步枪，打的是.300温彻斯特马格南弹，装备了 NF 精密光学瞄具与激光测距仪。而刺客使用的是民用版 AR-15半自动步枪，甚至都不一定装备了光学瞄具。但即便如此悬殊的装备对比，刺客依然得以开火行凶，造成了现场1名观众死亡，多人受伤。特约评论员吴畏指出，要员警卫安保的世界性普遍难题在于，只能尽可能防止枪手出现在危险区域。但如果枪手已经开火，一切现场处置都是被动应对。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请教了国内警卫方面的专家，我将特朗普集会现场的航拍照片发给他看，并大致交代了一下 VIP、特勤局特等射手以及刺客开枪的相对位置关系。他的第一反应是，安保的现场布置有很大问题，这与我的第一判断不谋而合，因为我留意到，在这个令人头皮发麻的刺杀现场，周遭的这个制高点并没有完全被特勤局占据。刺客开火的位置是一个绝佳的射击阵地，他视野开阔，直视特朗普的讲台，距离只有不到200米。那他是如何攀爬到这个地方，并且成功开火的呢？外围警戒到底是干什么吃的呢？事先进行的竹屋排查是否落实到位了呢？有消息称，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尔近几个月来多次拒绝在特朗普周围部署更多安保人员的请求。目前，国会共和党人已要求他辞职。更令人生疑的细节是，据现场特朗普的支持者对媒体描述的，他们在刺客出现在屋顶上时就已经向现场的安保人员做出警示了。可特勤局的特工们的应对还是慢了不止一拍啊！我来跟大家描述一下一个安保严密的现场应该是什么样的。多组狙击手占据现场的多个方向的制高点，每一组射手负责监视一片高危区域。如果有不明目标突然出现，他哪怕只是拉开一下窗帘，都有可能被预防性射击打倒。然后，负责地面警戒的机动小组会迅速突入那座可疑建筑，对嫌疑人实施抓捕，甚至是直接击毙。可这事儿也挺寸的。严格意义上看呢，特朗普在遇刺的当时也只是一个参选者。美国当局赋予他的安保规模是按照前总统的规格来执行的。只有当特朗普在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之后，他作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身份才能正式确认下来。要知道，候选人与参选人的安保待遇是不一样的。可寸就寸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下周1举行，也就是明天。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竞选正式开跑的前一天遇刺了。而对于此次事发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认为，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是特朗普一定会争取的区域，这也让枪手确定了必然性和可操作性。宾夕法尼亚州是7个摇摆州之一，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红州、绿州是很固定的，像加州，那个特朗普肯定是没有机会的呀，是吧？像德州，拜登是没有机会的。所以美国号称是2党制国家，其实它是很多时候是1党制的，对吧？就真正决定那个结果是7个摇摆州，然后说他必定要去的。那么这个城市叫巴特勒，不太大，他就是本地居民，他就有机会了。金灿荣还判定枪手属于愣头青类型，个人作案的概率较大。我直觉啊，他是就是那种独狼行为，他不是一个有组织行为，独狼行为概率比较大啊。那既然独狼行为，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在意那个时机，就是碰巧，特朗普到他们家乡来了，啊，他对他又有怨气啊，然后他采取的行动。
针对此次刺杀事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前国务卿希拉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纷纷发声，内容多为安慰特朗普、为受伤者痛心、谴责暴力、感谢特勤局等。美国知名企业家特斯拉 CEO 马斯克更是在社交平台连发3帖，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和力挺。在第3则帖文中，马斯克还赞美特朗普的坚韧，将其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进行类比。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遭枪击后，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发表全国讲话，谴责枪击事件，并随后乘空军1号离开特拉华州，提前返回白宫。拜登竞选团队宣布暂停所有拜登接下来的外出活动，并将尽快撤下所有的电视竞选广告。美国总统拜登在全国讲话中针对枪击事件首次发声，称美国不应该容忍这种暴力行为。拜登发表完讲话后便提前离开了特拉华州，返回白宫，听取执法部门的汇报。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原定在特拉华州待到15号，接着直飞德克萨斯州参加造势活动。但拜登竞选团队当天宣布暂停所有拜登接下来的外出活动，并将尽快下架所有电视竞选广告。外界认为，竞选团队的决定是要避免让选民对拜登产生不良印象，让外界将注意力放在一同谴责枪击事件之上。对于民主党，对于拜登来说的话，目前再继续推进原来的竞选计划呢，是容易被人诟病的，会容易被批评为说是趁人之危。所以他目前这样一个暂时撤下广告的行为呢，我认为是一个经过了理性的判断以后的决定。上个月，拜登在与特朗普的首轮辩论上表现糟糕，加上近日口误频频，在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波强烈要求换登的呼声。拜登的竞选团队主席迪伦在一份被公开的电话录音中表示沮丧。I want to say first and foremost, boy, is it like crazy gossip land world that we are living in. 截至14号，已有20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公开表态，呼吁拜登退选，包括19名众议员和1名参议员。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12号曾进白宫，向拜登传达党内对于他参选到底的担忧。拜登随后与民主党议员举行视频会议，据称气氛紧绷，但他拒绝退选。如果现在退出选举的话，拜登就是自己已经承认自己输了，这个对于拜登而言的话是无法接受的一个结局。据拜登多年好友佩洛西表态称，留给拜登决定的时间不多了之后，民主党内另一位大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态度引发关注。尽管他迄今一直公开挺拜登，但在私底下他也面临一些党籍参议员和金主的巨大压力，要求他向拜登传达弃选的讯息。因此，也有分析认为，舒默的立场也可能转变，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观察指出，换登呼声背后不仅有对选情走向的担忧，更是民主党内部长期存在的不同派系、不同路线之间矛盾的公开化。民主党内现在挑战拜登的主要是什么呢？是新生代。如果总统不主动退的话呢，新人也没有机会去站上这个政治舞台的前端。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党内现在已经是有差不多20多位议员站出来，但这些人都是属于党内建制派里面的新生代。他们跟拜登之间呢没有特别强的利益关联，他们可能也是出于这个为了整体党派的利益出发所以希望拜登能够主动的退出。对拜登来说，更为致命的是，越来越多的民主党重量级金主开始倒戈，称如果他不退选，之前承诺的约9000万美元捐款将被冻结。观察指，冻结政治捐款对于拜登的竞选活动杀伤力极强，没有资金，所有造势活动都被迫停摆。令人玩味的是，共和党内部其实不乐见民主党换登。尽管拜登目前在全美综合民调和各摇摆州主流民调中总体上不占优，但如果换登发生，新人选将给选情带来不确定性，未必一定对共和党有利。同样严峻的是，如果拜登被更为年轻的民主党新人选取代，围绕着年龄与代际等议题所产生的担忧与压力，就会从拜登一方转到特朗普一方。对于共和党来说，若换登议题被持续炒作发酵，从而不断弱化中间选民乃至民主党选民对拜登的期待和信任，但最终又难以换登，这个状态持续越长，特朗普及其共和党阵营能获得的选举利益才越大。 Even those who don't openly support Trump can unwittingly help Trump
by harping on Biden's cognitive state. And that's the type of criticism that sows doubt and disillusionment among potential Democratic voters. It'll reduce turnout, it'll reduce enthusiasm. 长期关注美国大选的学者指出，当前的选情并没有像媒体渲染的那么差距悬殊。尽管拜登在首场电视辩论之后与特朗普的差距从1%扩大到了3%，但这仍未明显超越统计误差，并不足以做出决定性趋势的定论。从一般认为的7个摇摆州观察，拜登在亚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以及北卡罗来纳等南方4州持续落后，进而胜负的关键极可能集中于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以及威斯康星等中西部3州。拿下这3州，同样可能为民主党锁定胜局。拜登一度在威斯康星打平，但目前微幅落后；在密歇根持续焦灼，但总体仍被压制；在宾州则不得不面对更大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宾州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奥巴马当政之后，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安全州，且拜登本人又出生于此。在这种情况下，自4月底以来，特朗普却在宾州扩大领先优势。观察认为，较大程度决定宾州选情走向的中下层群体或非洲裔等少数群体，原本更支持民主党，但因为拜登状态不佳而没有动力公开表态支持。如今，特朗普又在宾州遇刺，令当地选情变得更为扑朔迷离。